非有消息，1月28日，釜山航空的客机着火，大概率是因为乘客携带的充电宝引起的。如果属实的话，这应该是民航史上第一桩，也就是第一次因为充电宝烧毁了一架客机。当时着火的 HL-63 号空客 A321 客机出厂于2007年，2017年由韩亚航空转给了旗下的釜山航空使用。1月28日，这架飞机在执行釜山到香港客运任务时，临起飞前，后部的行李舱冒烟，机组采取了紧急疏散，机场的消防也到场处理，但火势越来越大，这架飞机基本上报废了。锂离子电池确实是伟大的发明，在它的支持下，人类生活电力十足，众多的电子产品得以瘦身，电动汽车和电动飞机得以高速的发展。充电宝是锂电池的一种常见应用，它能够满足人们长时间使用手机的需求。现在几乎每个人出远门时都会携带，但是锂电池易燃的问题令飞机和火车都很头疼。中国民航和高铁非常的重视安全，超标的充电宝不能带上飞机和火车，更不能带入飞机客舱，也不允许托运。但是国外对此的监管比较松，经常能够看到外国乘客在中国机场安检时大块头充电宝无法携带的事情。充电宝正常使用时一般不会自燃，它燃烧起火多是因为受到了碰撞或者挤压。此外，劣质产品的绝缘措施不好，缺少热管理程序，也容易引起火灾。但是一支充电宝很难烧毁整架飞机，有人怀疑本次事故中充电宝引燃了头顶行李舱内的其他物品。釜山航空在事后已经发布通知，禁止乘客将充电宝放在头顶行李舱内。这一措施估计很快就会被韩国其他航司效仿，但批评人士说，就算放在地板上，大功率充电宝同样会导致麻烦。充电宝燃烧时烟雾很大，火光四射，不让它自己烧尽很难扑灭。也有评论说，幸亏此次火灾是发生在地面，如果在空中将不堪设想。在电子设备越来越多的当下，充电宝和锂电池确实正在给飞机带来越来越大的隐患。不过好在近几年多起类似火灾都发生在地面，例如2019年的8月27日，国航的一架空客 A330-300在首都机场着火，飞机报废。2020年的7月22日，埃塞俄比亚航空的一架波音 777-200F 货机在上海浦东机场着火，飞机报废。2022年的1月8日，菜鸟的一架图204货机在杭州萧山机场着火，飞机报废。以上事故中，埃塞航的火灾已基本证明是二氧化氯消毒偏剂在高温高湿下自燃引起，其他的2起还没有看到原因，但应该不是充电宝。所以釜山航空的这起事故大概率会是民航史上第一次因为充电宝烧毁了一架客机。官方目前正在调查釜山航空客机火灾的真正原因。2月9日，釜山的警察搜查了釜山航空的办公室，估计下周会发布初步调查报告。如果真的是由乘客充电宝引起的，也许会向该乘客追责。最近，哥伦比亚航空也因为一对夫妇吵架时乱扔手机，导致电池过热，飞机紧急返航，向他们索赔了9万美元。所以坐飞机使用电子设备时确实要多多注意。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下期见。